他叫程潇，是一个控分怪，只因他拥有一个名为宇宙科技的坑爹系统，几乎条件苛刻，必须连续10次考试超低分280分才能绑定。作为苦逼的重生者，在默默忍受白眼、嘲笑后，终于即将考够10个280分，将要解锁系统。从此，一个被误解的学渣将用超级科技震惊世界。教室里风扇吱呀作响，班主任罗阳抱着试卷走进教室，神情严肃。全市3模成绩出来了，林婉儿718分，全校第一。掌声响起，林婉儿淡定点头。张成杰680分，肖明敏570分。程潇280分，全校倒数第一。全班哄笑，程潇嘴角浮现一丝微笑。程潇，你的分数真稳，1年都没变过。平时装的努力，结果还不是280，真会演。程潇低头，内心冷静。他是重生者，拥有宇宙科技系统，只有连续10次考280分才能绑定系统。宿主已连续完成9次控分，任务完成度9%，只差最后一次高考。程潇，你还小，考这么点分很骄傲，高考别参加了。不让我参加，凭什么？凭什么？就凭你丢了3中的脸。我已经帮你联系了青南职业技术学院，直接报名吧。罗阳扔出一本招生手册，同学们讥笑。那不是随便都能上的大专吗？哼，你可别这么说。程潇还不一定能上呢。程潇心头一紧，必须参加高考，否则无法绑定系统。我已通知你父母，你自己跟他们交代清楚。程潇父母进门，神色担忧。罗阳丢下成绩单，语气阴阳怪气。你父母搬砖那么辛苦，你是准备继承家业吗？全班又一次哄笑，程潇忍无可忍，突然爆发。够了，你们根本不明白，我参加高考是为了整个龙国未来的发展。全班一愣，随即爆笑。还龙国发展，笑死人了。你在说什么疯话？你也配为国家做贡献？程潇，别激动，大河妈支持你。爸妈，谢谢你们，我一定会成功的。我要取消你的高考资格。林婉突然站起，声音清脆。罗老师，高中不是义务教育，你无权取消程潇同学的高考资格。全班哗然。罗阳咬牙。好，既然你要考，那我和你打个赌，如果你没考上大学，就自愿退出学籍，永远不得参加高考。全班倒吸一口凉气，程潇父母紧张地看着他。我答应。还有20天就高考了，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去考。傍晚，程潇妈妈黄云兰路过情报站，低头快步回家，邻居们议论纷纷。小黄啊，你家孩子考不上大学不丢人，学门手艺也不错。以后有难处来找我家孙子。谢谢大家关心。妈，快换鞋吧。潇儿，你还好吗？没事，我还等着吃您做的鱼呢。儿子都没事，我们难过啥？说的也是，咱们也开心点。黄云兰正要走进厨房，门铃响起，一开门发现林婉站在门口。阿姨您好，我找程潇同学。快进来吧，你们慢慢聊。今天的事你别在意，你已经很棒了。谢谢你，来一起看电影吗？不打算复习吗？你说的对，该复习了。要不咱俩一起复习，我可以帮你。好，我们一起加油。两人一起复习，程潇提问，林婉细心讲解。试试我的思路。这样对吗？林婉凑过来，手把手教学。程潇内心激动。第一次和女生有肢体接触，还是小黄。对不起，我没注意。没事，我们继续吧。半个月后，高考如期而至。高考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程潇同学，你感觉怎么样？还可以，达到了我的预期。你呢？应该能有700分吧，只要能上龙科大就足够了。不管以后去哪里，我们都还是好朋友，祝你好运。谢谢。程潇心里暗想，这女孩太体贴了，说话都怕伤到别人。到了成绩公布日当天，程华和黄云兰紧张地守在电脑前，程潇淡定输入考号。查出来了，屏幕上赫然显示总分280。
280，怎么会这样？没事，笑儿，分数不重要，妈只希望你平安。爸妈，谢谢你们理解，我的愿望已经达成了。好小子，今天想吃什么？火锅。走，买菜去。父母离开后，程潇迫不及待打开系统。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宇宙科技系统绑定成功。知识如潮水涌入脑海，室温超导材料，超导传输动力，程潇欣喜若狂。超导科技，这可是能改变世界的技术。任务已更新，成功入学龙国科技大学。龙科大，我才280分，怎么进？程潇灵机一动，决定投稿国科院。程潇花2个小时整理资料，将超导体技术写成稿件，投递到国科院邮箱。该资料献给国家，希望获得龙国科技大学录取。突然手机响起，程潇同学，你还好吗？林婉儿已发了10条消息，担心程潇考砸。谢谢关心，我没事。婉儿，你考了720分，是全市状元，怎么不开心？我担心程潇，他没回我消息。班级群消息弹出，恭喜林婉儿同学720分，荣登青州市状元。张成杰690分，程潇280分。280分还没我一半高，拉低班级平均分。憋了半个月，结果拉了一坨大的，哈哈哈。程潇，怎么不说话？你不是何博老师打朵吗？面对群里讥讽，程潇淡然一笑，直接退群。哟，这就受不了退群了。快点跑，这种人就是耗子屎，必须给罗老师道歉，自己退出学籍。大家嘴下留情吧，程潇也是同学，何必说这么伤人的话？林婉儿也退了群，随后发消息安慰程潇：别灰心，是金子总会发光。嘿嘿。那你以后可得多支持我，没准我会成为下一个爱因斯坦。好啊，到时候我要你帮我实现愿望。什么愿望？见一面彭老，国科院的彭卫民院士。这愿望有点爷爷从小就教育我要成为像彭老那样伟大的科学家。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行。王海博，再没重大发现就收拾东西滚蛋。王海博叹气，继续埋头审核民间投稿。老王，已经下班半小时了，还不走？再看一会。你在民间投稿这块都2年了，啥都没发现，纯浪费时间。谢谢好意，我再坚持一下。夜深，王海博疲惫地翻到一篇室温超导成功复现，绝对真实，不看后悔的稿子。这名字也太高调了。他本想草草翻过，忽然被稿件中的公式和例图吸引。这些我怎么没见过？不对，这玩意儿可能是真的。他颤抖着拿着手中的备份文件，仔细研读，越看越精。这可是能颠覆世界的技术。他立刻拨通潘忠强电话：“潘部长，我有重大发现，请您赶紧过来一趟。”这会什么时候你不知道吧？赶紧滚，别来打搅我。部长，有一封关于室温超导体的邮件，可行性很大。你把我当傻子？刚走就发现超导体，怎么不说核聚变？部长，你必须来一趟啊！哼，你还敢使唤我？信不信明天让你滚蛋？挂断电话，王海博额头冒汗，没想到如此重要的东西却被当成笑话。庞某，我是审核部王海博，有重要发现，室温超导体稿件可行性很高。什么室温超导体？小周，你去一趟审核部。王老师，稿件在哪？在这，您快看。半小时后，周兴震撼起身。马上封锁，打印3份，我要做计算机模拟。2人带着资料在酒店实验到凌晨2点。成功了，理论上真的可行。这哪还睡得着？我陪你继续。2人彻夜未眠，反复验证，直到早上。海博叔，绝对保密，我去找彭老。是，等待组织安排。周兴收拾公文包离开，王海博也赶往审核部。王海博刚回工位，见保安正在搬他的东西。你们干什么？王海博，你以后去后勤部吧。调岗要理由，你没提前说，凭什么乱搬我东西？你有业绩吗？你真把自己当科研人员了？
你昨天还说给我1周时间。咱俩到底谁是部长？敢不服从？不是说有重大发现，拿出来看看，拿得出来部长让你当？众人目光聚集，王海博想起周青叮嘱，只能咬牙沉默。说啊，果然是在撒谎。潘部长，我接受调岗。现在不是调岗，是革职。你以下犯上，谎报成果，欺瞒领导。众人倒吸凉气，王海博愣住，把他的东西全部搬走。住手！这个文件是我的，不能丢。这是审核部的，快把他拖出去。保安将王海博拖出。此时，一群西装男和武装人员突然出现。这里被封锁，所有人去大厅等候。滕老，您怎么来了？属下有失远迎了。用不着远迎。你被开除了。是不是搞错了？应该开除那个捣乱的。把所有电脑和文件搬去总部，一份都不能留。滕老，审核部是换人了吧？审核部不会换，要换的人只有你。彭卫民走到王海博面前，亲自扶起。王海博，从今天起，你是审核部部长。希望你更负责地对待每份科研稿件。潘忠强被士兵押走，而彭卫民则率众科学家在会议室召开一级会议，分发超导体资料。我以材料学名誉担保，这份文件没有问题。超导体一出，还怕漂亮国科批啊？诸位，这份资料不是国科院研究的，而是个人投稿。个人投稿，没有署名，国安局已协助查找发布者。现在兵分两路，实验室复线，小周查信息。半小时后，国科院实验室管理员宋传斌正在查看机器，门外突然传来嘈杂声。管理员，我们要调用设备。没批准也敢来，赶紧出去！这是龙国大事，马上停下所有实验室，我们要复现室温超导体。停下所有实验室，你出得起钱吗？可是那不是还有几间空实验室吗？我是管理员，怎么安排你们管得着？再闹让你们身败名裂。两人听完，只能硬着头皮退出去。突然，一双大手将两人推回实验室。滕老，您怎么来了？彭卫民将批准表递给宋传斌。你不是要批准文件吗？拿去检查检查。滕老的批准肯定是真的，不用检查了。您要做实验的话，随时都可以。既然批准都检查了，那就再检查其他东西吧。你们带宋管理员去一趟检查科，好好检查一下。收到。几名武装人员将宋传斌押走，宋脸色惨白。滕老，我也是按规矩行事啊，我什么也没干。彭卫民不再理会，招呼科学家们进实验室，开始复现室温超导体。我们是国家安全局和国家科学院的，请你们领导出来一下。您稍等，我马上通知领导。很快，两人被带到16楼副总裁办公室。两位请坐。高副总，我们要调查一个私人账号的信息，需要多久？这个个人信息是集团机密，需要马总批准。高副总，这是国科院和安全局的意思，你是不打算处理吗？不是不配合，流程就是这样，必须马总亲自批准。那你们马总现在在哪？他出差了，3天后回来。好，你要规矩是吧？我现在以国家安全局命令你，马上协助我们调查。不好意思，没有马总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调查数据。贾天气得直瞪眼，高明依旧坚持原则。算了，走流程吧。贾天拨通电话。喂，商务局吗？你们飞讯集团现在连安全局都不放在眼里了。高明刚要送走，电话响起。高明，你特么活够了是吧？赶紧按照安全局说的做，然后收拾东西滚蛋。高明吓得冷汗直流。是。两位领导，我马上带你们去查信息。5分钟后，周星查到账号信息。马上封锁这个账号的所有信息，还有死人其他有关联的账号。收到。
周兴和贾天带着资料火速返回总部。100名科学家从实验室走出，个个激动难言。我们成功了！他们刚刚复现了室温常压超导体，足以震动世界。同时，周兴和贾天赶回，递上资料。报告，账号主人身份已查明，新州市第3中学系办学生程潇，高考分数280分，在邮箱里提到想上龙国科技大学。什么？高考280分？众人震惊于程潇的天赋和要求。快，赶紧通知龙科大，半小时内准备好录取通知书。唐老，龙国安全局审批已通过，特别武装力量将全力配合国科院。好，所有人马上行动，5小时内务必要找到程潇。程潇家中，父母正四处托关系为程潇找学校，却因分数太低屡屡碰壁。爸妈，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这个成绩没学校会收的。我们也只是试试，万一有机会呢？我已经决定要自考本科，你们别再花冤枉钱了。听到这话，程潇父母也只能决定相信儿子。随后，程潇下厨做饭，林婉儿突然来访。阿姨、叔叔，你们好，我是来看程潇的。正好，婉儿，快来尝尝我的手艺。饭后，林婉儿邀请程潇出去散心。潇儿，出门该花的就花，对人家女孩好点。今晚要是不回来，记得报个平安。爸，你想啥呢？怕啥？年轻就要大胆去追，爸支持你。程潇和林婉儿并肩走出家门。程潇同学，刚刚吃饭时好像听你说想自考本科。到时候再看吧，这不才考完吗？要不你别自考本科了，重新复读怎么样？我是要进龙科大，复读是不可能的。今天出来就当放松，不聊学习了。走，逛逛商场。两人走进琳琅满目的商场。婉儿，东西你随便挑，我请客。咱们还是学生，喝杯奶茶就好了。他们在奶茶店点了最便宜的2杯。冰雪之城的奶茶真好喝，你觉得呢？第一次喝还不错。两人边喝边逛，讨论去哪里玩。程潇脑海里飞快搜索约会资料，却一片空白。程潇，我们去电玩城吧，这次我请你。你还会打游戏？切，谁说女孩子不能玩？看我厉害！两人在电玩城挑战格斗游戏，林婉儿认真的像只小猫，程潇开始放水，最终输掉第一把。哼，程潇同学加油呀！第2回合，两人比分持平，程潇假装挠脖子转移婉儿注意力，胜出一局。你太狡猾了，再来！最后一局，婉儿突然挠程潇痒痒，俩人嬉闹成一团。我错了，林婉儿同学，饶了我！哼，已经毕业了，就别叫同学，直接叫婉儿吧。嬉闹过后，两人离开电玩城。快5点了，一起吃个饭吧。好呀 ，AA 制。正准备离开时，商场突然骚乱，保安催促大家疏散。快带女朋友离开。我们不是情侣。林婉脸上泛着微红，两人走出商场。程潇疑惑关门原因。不会出事了吧？林婉手机响起。喂，罗老师。婉儿，来学校拿下毕业证吧，班里正好在办毕业聚会。罗老师，为什么不叫程潇？他不重要，聚会完再叫他。是想单独叫我去办公室，好好讽刺我。林婉有些不安。婉儿，你先去吧，我回家。你和我一起去吧，我一个人怕。也是，万一真出事，也能保护他。两人步入高3楼的，同学们聚在走廊，热闹非凡。大家准备好了吗？林婉儿要来了，她考上了龙科大，你们以后一定要多联系。几个男同学拿着礼花到门口。来了来了！门口2道身影出现，礼花绽放，大家看到程潇和婉儿一起进来，男同学们面色难看。程潇，你怎么来了？离婉儿远点，这里不欢迎你。是我让程潇一起来的，谢谢大家。婉儿啊，防人之心不可无，别被程潇这种人给骗了。程潇是我的好朋友，他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差。我只是来拿毕业证，对聚会不感兴趣。程潇走向办公室。我说让你走了吗？本来大家玩得很开心，你非来扫兴。枉为师表的人也敢教育我。此话一出，教室气氛紧张。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敢跟老师顶嘴？程潇，你的人生已经完了，高考280分，我都替你感到可悲。说完了，把毕业证给我。你还想要毕业证？不要脸！罗老师，别给他。
本校规定，退学的学生不发毕业证。程潇心头一紧，毕业证是进龙科大的必须。我可以退学，但半个月后再来行吗？你还跟我提上要求了？你先给我毕业证，半个月后一定来办退学，我写保证书。就你还写保证书，写得明白吗你？罗老师，先把毕业证给程潇吧，我可以做担保。婉儿，这事和你没关系，我可以给程潇毕业证，但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让他跪下来求我。另一边，程潇小区外武装封锁，业主们议论纷纷。外面阵仗太大了，咱们要不要去问问？要是被抓怎么办？哼，咱们守法，怕什么？两人下楼，小心靠近门口。长官，能问下发生什么了吗？任务保密，回屋等候。对了，请报下你们儿子姓名。我儿子叫程潇，是学生。武装人员神色一变，立刻用对讲机同步。报告贾队长，目标父母出现，围着 A 门。夫妻俩被带到装甲车前，神色慌张。长官，我儿子犯什么事了？求你们别冤枉好人。彭卫民下车，夫妻俩忍住，直接瘫软在地。快起来！你们儿子立了大功。程潇发明新材料，为荣国立了大功。国家不会亏待你们。周兴递上黑卡和钥匙。这钱还是留给国家吧。收下吧，你们教子有方，应得的。三位大学校长下车，递上录取通知书。我是华清大学校长，国北大学校长，军科大学校长。夫妻俩目瞪口呆。你们三个老东西太卑鄙了，竟敢抢我古艺的学生！程潇点名要读我龙科大，你们几个抢人，太不厚道了吧？程潇还没入学，谁都不能强迫。各凭本事吧。几人眼神交锋，气氛紧张。程先生，麻烦把程潇叫出来。程潇还在学校，我们也不好替他选。袁弘奇突然拔腿狂奔。快去三中！其他校长反应过来，纷纷冲向车子。你们几个老东西太狡猾了！抢了几十年人才还不消停？程潇，你跪我一下不过分吧？你别不识好歹！你们这样羞辱同学有什么好处？林婉儿，再插嘴就叫你父母来。婉儿，这事你别管。到底贵不贵？哼！我只会出声。你敢骂我，今天必须开除你！罗阳拖程潇去教务处。吕市长好，有何吩咐？吕市长劈头盖脸的骂了王勇一顿。看住程潇，领导马上到。这时，罗阳拉着程潇进来了。罗阳快速从抽屉取出一张退学申请表，快签字！我不签。你们这样是在犯罪。罗阳看到了林婉，直接把他抓了过来，威胁程潇签字。我签。程潇刚签完，保安冲进来将他绑住。校长，领导来了！快把程潇带过去。程潇被王勇带到操场。领导，人带来了。贾天怒拍王勇一巴掌。敢绑科研人才，你们想死吗？彭卫民走来，亲自扶起程潇。小伙子，你就是程潇吧？没事吧？彭老，我没事，感谢您亲自来。同学们围拢过来，见到彭老，全部呆住。程潇居然是科研人才。各位领导，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就是个废物，高考才280分。古印怒气冲冲走来，将龙科大录取通知书甩在张成杰脸上。谁敢说我的学生是废物？你高考多少分？620分。才620分。马上通知龙国各学校，谁敢录取你，直接拉黑。三位大学校长也赶来，递上录取通知书。程潇，选我们华清大学吧，资源顶级。
来国北大学，理科最强。军科大学，谁敢抢人，我拿炮轰谁。众人目瞪口呆，顶级学府竟争抢成校。小尔，你不要紧吧？谢谢古校长，我想去文科大。闻言，其他校长无奈，纷纷作罢。学校的事解决了，说说刚才怎么回事。程潇将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出。王校长，是你让我抓程潇的。混账，教了3年书，连学生优劣都看不出来。程潇同学，这里毕竟是你的母校，能不能放我们一马？什么母校？我不是退学了吗？你们说过，退学后就没关系了。罗阳和王勇肠子都快惊了，错过晋升机会不说，还要付出惨痛代价。算了，你们不配当老师，全部革职吧。感谢你高抬贵手。事情处理完毕，庞卫民带程潇上直升机。彭老，我能带个朋友吗？可以，记得保密。婉儿，快过来坐。啊，我吗？直升机起飞，林婉儿激动不已。程潇，你什么时候变成科研人才了？我发现了一种新材料，对龙国科学有贡献。你看，我就说你能行。婉儿，你不是想见彭老吗？和他聊聊吧。彭老，很高兴见到您，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你否啊？林婉儿与彭卫民合影，表达科研梦想。彭卫民感动。有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我们这帮老家伙也能放心了。直升机降落，林婉儿下机，程潇随彭卫民前往国科院。彭老，咱们去哪儿？去龙国科学院，院里老前辈都等着见你。彭卫民走进会议室，向众人介绍为什么开这场会议。大家晚上好，今天的会议纳入1级保密名单，大家都是龙国最信任的战友，这里不是会场，是战场，请做好保密，否则后果自负。众人紧张，气氛凝重。彭老，漂亮国有大动作。不是好消息，今天早上我们团队成功复现室温常压超导体。全场沉默，随即爆发雷鸣般的掌声与欢呼。彭老，这项成果是谁发现的？必须表彰。大家稍安勿躁，让成果主人来讲解一下。程潇走上台，鞠躬。各位前辈好，我叫程潇，是室温常压超导体的研究人。会场议论纷纷，质疑程潇年纪。彭院长应该让团队代表上台吧。程潇是唯一研究者，科学领域天才不断，我们不能用主观去感受。闻言，众人安静，等待程潇发言。超导体理论完善标志是 BCS 理论，发展一直处于瓶颈，实现方式有2点：加压对抗热运动，或用氢化物提升材料上限。我采用的是第2种方法。专家们议论，纷纷认可。那漂亮国用磁场提升临界点，你为何不用磁场？漂亮国那篇论文根本是错的，他们是故意误导大家。难怪我们一直没进展，原来被漂亮国坑了。程潇继续讲解，众人屏息聆听。漂亮国其实和我用的是同样方法，只不过他们家的市抗技术还不成熟，我用的是复合体，成本极低，也不需要高压。众人议论，兴奋不已。你的方法最高温度能到多少？能高于零下60度吗？程潇摇头，众人略显失望。室温超导还夹在零下70度，提升难度太大了。别灰心，程潇已经很厉害了。是啊，不能要求太多，大不了大家一起努力。程潇突然开口，语气平静。大家误会了，我的温度不是零下60度，而是零上60度。全场瞬间安静，众人瞪大眼睛。零上60度，这不是开玩笑吧？众人倒吸凉气，程潇的能力已超乎想象。这还没完，我还发现复合体拆分后能自由调整临界温度，变成任何想要的温度。台下专家们纷纷喷茶，场面炸裂。这也太逆天了吧！彭卫民满意的微笑，众人逐也皆信服。接下来，我打算先将技术用于军工，已列入名单的有超导电子武器、超导传感器、超导无线电微带线。程潇一口气说出10多项技术，专家们疯狂记笔记。有程潇这样的年轻人，龙国要崛起了。会议持续到凌晨2点，专家们笔记写满，讨论热烈。要不是签了保密协议，今天我能发20条微博。会后，彭卫民将程潇带到院长办公室。
程潇，喝口茶吧，这白毫银针可是我的珍藏。谢谢彭老。程潇细品茶香，彭卫民安慰他家人已安排妥当。此时朱尚文敲门走了进来。程潇，今天我彻底见识了你的本事，以后叫我朱叔叔就行。朱叔叔过奖了。三人坐下，讨论超导体军事化细节。程潇，你预计多久能让室温超导体完全投入军事？2年。朱尚文与彭卫民对视，觉得时间太长。1年可能吗？1年也可以。朱尚文震惊，思索后咬牙。好，1年时间，研究经费你要多少？500亿。两人再次吃惊，但朱尚文坚定答应。这事我去办。彭卫民安排程潇住宿，连夜喂饭。朱尚文，500亿太多了。组长，室温超导体是龙国的机会。科研经费有限，1/3都给你，其他项目怎么办？组长有私心吗？你什么意思？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上面估3年，你们等有钱再说吧。我保证1年完成任务，不批钱我不走。10年批了1200亿，你哪次不是说1年突破？漂亮国超导体超过我们，你知道我被骂得多惨吗？两人大吵一架，朱尚文愤然离开后收到短信，批了1个亿，1个月时间研究不出超导武器，你自己交差。朱尚文重新燃起希望。程潇接到朱尚文电话，程潇只批到1亿，1个月能不能研发一款超导武器？应该没问题。好小子，明天去西北基地大干一场。好。程潇开始制定计划，目标是帮朱尚文拿到500亿经费。程潇忙完躺在床上，一个陌生电话打来。程潇小子，太阳都晒屁股了。古校长有什么吩咐吗？既然你到京都了，让我孙女带你玩玩，熟悉一下咱们龙科大的环境。程潇刚想拒绝，系统提示音响起。支线任务，答应古意邀请，奖励最强心算技能。程潇兴奋答应，约定校门见面。一位窈窕少女古梦琪站在树下等待程潇。不知道程潇弟弟长得帅不帅？他望见远处少年，眼眸一亮，居然这么帅！你好啊，程潇弟弟。古学姐好。程潇打量着古梦琪，心跳加快，暗自咽口水。校花、学姐、黑丝，谁顶得住？走吧，咱们一起去学校里转转。爷爷可是很看好你呢。古梦琪主动拉着程潇，二人漫步校园小路，鸟语花香，环境优美。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支线任务开始，倒计时3小时。程潇弟弟，这天好热啊，咱们去那边凉快的地方转转吧。啊，好。古梦琪靠近程潇，手臂几乎贴在他身上。二人走进树荫下的小树林，气氛微妙。这小子表面正经，原来也对我感兴趣。古梦琪踩在程潇鞋上，故意制造机会。哎呀，程潇同学，踩到你的鞋了，我帮你擦一下吧。古梦琪半跪，程潇眼前春光乍现，险些失控。谢谢学姐。古梦琪起身，故意靠近程潇，观察他的反应。你觉得我爷爷这个人怎么样？古校长很有个性，对科研也很认真。那你觉得学姐我怎么样？程潇被逼得满脸通红，赶紧转移话题。学姐很漂亮。那个，咱们要不去实验室吧？我想看看。古梦琪捂嘴轻笑，挽起程潇的手，胸前与手臂形成包围，将程潇夹在其中。二人来到实验室外，打了申请后进入。实验室没开空调，有点闷啊。古梦琪扇动上衣，露出纤腰，程潇却全神贯注观察实验台，没再看他一眼。怎么对科研这么有兴趣？难道真是钢铁直男？程潇同学，我高跟鞋里好像有东西，你能帮我看看吗？古梦琪抬起黑丝细腿，程潇蹲下帮他脱鞋。哎呀，你轻点。程潇心跳加速，赶紧抖出小石头，把鞋穿回去。学姐，这下应该好了。没事的话，我去研究下操作台。等等，我也在做一个科研项目，你有兴趣吗？
科研项目，学姐你方便说说研究方向吗？或许我有办法突破。古梦启带程潇上2楼，来到宿舍专属实验室。我们宿舍4个人在做电池技术研究，3个学姐都在，一会别乱碰东西。推门而入，3个女生纷纷调侃：梦启，你又换男友了？小弟弟，过来让姐姐看看。你们别乱来，这是新来的学弟。学姐们好，我是来帮忙做电池研究的。你还会搞这个？吹牛吧！看你这样才高中毕业吧？姐姐们做的这个可是正儿八经的研究。古梦启带程潇看磷酸铁锂电池。我们提高了容量和寿命，但体积太大，没法商用。目前成绩如何？国产锂电池寿命1-2年，续航半小时，总里程5万公里。我们提升到了50分钟和7万公里，但体积太大。程潇沉思，发现技术瓶颈。你讲这些他也不懂，咱们花了1年才摸到门道。哼，待会带你出去玩，先坐一会。程潇突然要纸和笔，然后开始飞快画图。理论比容量274毫安时每克，使用材料锂 NaClMnO2。几人震惊，程潇向他们解释研究误区。你们理解的提高上限就是添加同质量材料，其实应该从材料本身入手，实现质变。你的意思是应该用全新材料？问题是去哪找这样的材料，不是说说而已。发明灯泡时，科学家用了多久才找到耐用材料？咱们要找材料得找到猴年马月去了。程潇学弟的想法对，但还是有些天方夜谭了。哼，做研究不是高中理论，你那套就是纸上谈兵。你们可以试试把磷酸铁锂换成镍钴铝酸锂或镍钴锰酸锂。你是说换正极材料就能实现大幅提升？等等，我怎么觉得这样反而更不行了呢？实验室内，程潇刚提出用3元锂电池材料，众女生议论纷纷。你说的这个材料贵了好多，要是用在电池上，成本会高出不少的。是啊，好歹也要考虑一下商用价值。听我说完，如果采用我这个材料，主流汽车续航能达到7到10小时，寿命6到10年，总里程不低于20万公里，效率提升1倍多，体积还能缩小。这样的成本，你们觉得没人买单吗？女生们陷入沉思。我发明的叫3元锂电池，是3元复合材料锂电池，等超导体技术成熟，整个电池行业会腾飞一个维度。哼，超导体现在连军用都难，室温超导体还没赢呢。古梦启心头震动，只有他知道程潇已研发出室温超导体，这些都是绝密。我倒觉得可以试试。梦启，你不是疯了吧？咱们没钱买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活性太强，很容易爆炸。全程我来负责研发，你们只管提供材料。古梦启走出实验室，拨通古一电话。爷爷，程潇弄了个3元锂电池，需要几种材料？古一很快安排人送来材料之后，老师带他们进更大的专业实验室，换上专业服装。各位学姐，麻烦准备这些材料。学姐们开始配合他的工作，3小时后，初级3元锂电池制作完成。丑是丑了点，但实际效果差不了太多。这么小，不知道功效如何？程潇拿来测试机，连接电池。电池密度200Whkg，容量120kWh，预计续航700公里。数据一出，众人震惊。这功耗几乎能和石油媲美了。女生们欢呼雀跃，古梦启激动地抱住程潇。程潇，谢谢你，这下学分和毕设都不愁了，科研大赛肯定第一。学弟姐姐们请吃大餐。下次吧。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完成支线任务，奖励超级珠心算技能。程潇脑中数字飞转，欣喜不已，正想溜走，却被学姐们拉住。程潇，你是嫌弃学姐了吗？哼！程潇正要解释，电话响起，程潇跑到外面接通林婉儿的视频电话。视频里的林婉儿裹着粉色睡衣，趴在床上，甜美微笑。你在做什么呢？昨天谢谢你啊。我在龙科大，提前熟悉环境。程潇向林婉儿讲述着今天发生的事情。这时古梦启凑过来和林婉儿打招呼，故意用身材把柄。学姐好，我也是龙科大的，开学一定去看你。好啊，到时候我们好好认识认识。两女隔空较劲，火药味十足。哼，就你们2个人吗？还有其他人。镜头一转，几个学姐冒头。Hello， 小雷你好啊！林婉儿差点炸毛，心里暗暗不服。程潇，你什么时候回青州啊？可能要1个月后，因为要去研发东西。放心，都是我一个人去。等你回来，我给你个东西。俩人又聊了会，便挂断电话。程潇也趁机溜走了。没过一会，古一来到实验室，询问程潇的行踪。他有事先走了。你俩处得不好。还行吧，长得挺帅的。
古梦奇转移话题，提及3元锂电池，经测试后古意震惊。这坨东西是程潇2小时捏的。人才一定要保密，优化后今年能拿冠军。程潇，准备好没有？要上飞机了。来了。程潇小跑到停机坪，朱尚文语气沉重：“任务很重，只有1个月时间，只能委屈你了。我会尽力的，朱部长。”程潇感激彭为民的照顾，又向他和一行人鞠了一躬：“孩子，辛苦你了，龙国不会亏待你的。”直升机起飞，程潇心头一热，程潇和朱尚文并肩坐着，气氛凝重。朱部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知道龙国东边的东部海港吧？漂亮国最近几天直接派船过来，说是做环境检测，实则用新型材料把战略武器全藏了起来，除了我们，没人能查出来。那我们为什么不还击？一旦我们动手，就成了主动宣战，漂亮国反倒成了防守方。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所以国家把大部分经费都挪到了军事上。我们这次的武器研发，不只是为了钱，更是为了救龙国。明白了，那我们就做给他们看看。直升机降落，程潇和朱尚文下机，坐上军用越野车驶入基地。刚下车，就忍不住在一旁吐了起来。适应几天就好了，我先去开会。你直接去地下2层，拿着这张身份卡。你现在是612计划总工程师，大家都听你指挥。谢谢朱部长，我不会辜负大家的。程潇走进实验室，20多名科研人员正忙碌着，简单自我介绍此次前来的目的后，科研人员窃窃私语，表示不相信。现在超导体研发方向有变，一切都听我指挥。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让他别在这耍威风，耽误他们研究。其他人也开始起哄。我是新来的组长。这真建议没照片2没盖章，也还敢拿出来？不会是漂亮国的间谍吧？实验室气氛骤然紧张，杨高飞带人赶到。你是怎么进来的？证件呢？我是朱尚文部长请来的，证件还没办全。如果我是假的，你觉得我能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里？既然不是假冒的，为什么要拆我的设备？具体情况你去问朱部长，我没时间废话。大家现在就拆设备，下午之前必须拆完，否则后果自负。众人面面相觑，有人开始动手拆设备。都别动，我看今天谁敢！所有人都被杨高飞的气势吓住，不敢动了。我怀疑你是间谍，必须马上检查。守卫上前将程潇抓住。杨组长，收了你的威风，这里是实验室，不是你的饭局。你有本事跟我叫板，待会你就会被带到审讯室，判国罪可是死刑。闻言，实验室众人为程潇捏了把汗。所以呢？现在跪下来求我，或许我心情好能放你一马。朱部长的会应该快结束了。带走。守卫拖着程潇往门口走。此时电梯门开，朱尚文带专家组走出。给我放手！全场安静，杨高飞立马装模作样。这个人是间谍，要不是我抓住他，机密就被偷了。偷什么机密？我们研究所几年没进步，还有什么值得偷的？这位是程潇，是我亲自带来的顶级人才，他是612计划总工程师，目标是7.12号前研究出室温超导体，并成功作用于武器。全场哗然，科学家们纷纷质疑。行了，接下来的实验全听程潇的，他会带你们出结果。程潇虽然18岁，但他独自完成了室温超导体研究，得到彭老和6000位专家认可。你们只需协助他把技术用到武器上。这句话说完，众人更是震惊。程潇，研究所的希望就靠你了。放心吧，朱部长。各位，现在就配合程潇进行科研作业。朱尚文带专家离开，程潇站在门口。我辛苦争的总负责人位置，竟然被这小子抢了。我知道你们舍不得辛苦研究的心血，但科研不是儿戏，方向错了，再努力也没用。万一我们的磁场设备还有用呢？拆掉岂不是浪费了？不浪费，因为你们一开始的研究方向就全错了，这些设备没有任何价值。程潇刚刚否定了磁场设备的价值，实验室气氛凝重。我们方向错了。除了磁场，还能怎么提高超导临界温度？磁场确实能提高临界温度，但装置太大太贵，现实中用不了。我研究的是通过材料本身来提升温度。我们这些年就是在想办法缩小磁场装置体积和成本，已经成功一半了。
你喜欢磁场，可以自己去研究，不差你一个。杨高飞脸色铁青。你以为全世界都错了，漂亮国的研究都是假的？别人画了一坨屎，你也跟着画，你也分不清真假。众人哄笑，气氛缓和。行，你厉害，希望你别只会耍嘴皮子。陈总工，你会拆这些吗？看着拆呗。杨高飞心生恶意，暗自寒瑟。众人开始拆除磁场设备，程潇亲自上阵，动作熟练，拆得比谁都快，如行云流水。众人暗自佩服。制造武器需要时间，今晚先复现几次室温超导，大家都要熟练。科学家们干劲十足，迅速找齐材料。我用的是氢化物，改变材料成分来提升临界温度，大家按清单配比，制造超导复合材料。众人投入实验，而角落里，杨高飞的2个跟班偷偷往材料里乱加东西。成功了，我也做出来了。实验室恒温20度，复合体能在常温下实现超导。现在测试悬浮。程潇将超导体放在磁力底座上，材料悬浮，众人欢呼。突然，材料掉落摔碎。怎么回事？程潇检测温度，发现没变，逐个测试其他材料，全部失败。这就是你的室温超导，我们忙活一下午，结果啥都不是，你怎么交代？众人质疑声四起。等一下，我查查问题。你到底做没做过这个实验？怎么连问题都找不到？没做过，这是我第一次。众人对程潇的信任产生了动摇，质疑声也越来越大。稍安勿躁，我在检测材料成分，看看是不是比例出错。你怀疑我们添错材料，这么多人都做了。程潇无视质疑，紧盯检测报告，等待结果。比例有问题，这块铜元素太多了，3块材料成分都不一样。可我们是按你配方调的。有人捣乱，原材料被动了手脚。众人目光聚焦于杨高飞的2个跟班。我们不知道啊！马上滚出我的队伍，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个跟班灰溜溜离开。程潇检查队伍，心里暗自记下每个人的表现。再做一次，大家跟着我操作。程潇亲自上手，严格把控比例，终于做出完美超导体。他将超导体放上底座，材料悬浮，众人沸腾。科学家们排队测试，纷纷成功，成就感爆棚。感谢程总工。总工，抱歉，是我们误会你了。大家快去吃饭吧，别饿着了。众人吃完饭，被朱尚文召集开会。你们已经复现了室温超导，感觉如何？ 科学家们激动发表意见，专家们都支持612计划，会全力配合。总工，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我设计了4款武器：超导电磁炮、脉冲风暴枪、超导线圈、超导磁悬浮发射装置。那你打算先研究哪一款？我要全部制造出来。程潇话音刚落，会议室里一片哗然，大家都盯着。全部研究出来？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每一款都要制造落地，还要适配咱们的航母军舰。科学家们看着他，仿佛见了鬼。 你可能不太明白我们的处境，咱们现在只有1亿经费，基地运转1天就要100万。总工，你刚来可能不清楚，这点钱扣掉工资和日常，剩下的都不够造4件武器。我知道经费不够，但我还是想试试，只要10天内研发出1款武器，拿去找上级批经费，就能继续做下去。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和安静。理论上可行，但难度太大了。 朱部长，你知道龙国现在多紧张吗？漂亮国的航母战斗群已经到东部海域了，随时可能擦枪走火。你的意思是，他们肯定有新型隐形材料，想用新武器给我们下马威。科学家们听得脸色都变了。太可恶了！一研究新武器就拿我们做实验，这次必须还回去。现在的情况比我想的还糟，大家务必全力以赴，拯救龙国。会议结束，程潇带着大家来到实验室，讲解10天内的重点项目。各位，这就是我设计的超导电磁炮。屏幕上出现一门科幻感十足的长炮，众人惊叹。天，这就是电磁炮，像电影里的东西。这个原理很简单，通电后导体在磁场中受安培力，炮弹射速可达160公里每米，弹头用金属氢，威力是铜质量 TNT 的28倍。如果真能造出来，火力直接碾压漂亮国。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明天可以晚来1小时。 程潇独自留下加班，继续设计其他3款武器。夜深，程潇拿出手机看林婉儿的照片，嘴角露出笑容，继续投入工作。第2天清晨，科学家们提前到岗，推门发现程潇还在画图纸。程总工，你一晚上都没走。对啊，现在4个图纸都有了，可以同时开工。科学家们被感动，默默回到岗位。612超导武器计划正式启动。程潇带领团队埋头研发超导电磁炮。
程总工，第一个方案初步完成，轨道炮电脑模拟没异常。很好，继续模拟线圈炮。下午，超导电磁炮组装完成，众人围观，成就感爆棚。各部门准备好了吗？开始试验。准备完毕，随时等待指示。启动超导电磁炮。电磁光闪烁，炮声低鸣。轨道炮预热完成，总电流接路，随时可发射。发射。蓝光一闪，爆炸声震动全场，目标被轰成渣。我们成功了。朱尚文带人赶来，笑着打趣：“程潇，你这臭小子，是要把我基地炸了吗？”朱部长，我们在测试电磁炮威力。再来一次，没问题就去申请经费。程潇准备再次启动，结果电磁炮没反应。怎么回事？线路还是轨道问题？总工，炮弹能量用完了。这么快？你不是有超导闭合线圈吗？用它存能量，应该能解决。次日清晨，程潇带队加班，终于做出超导线圈。启动超导线圈。启动完毕，正在充能，10分钟后完成。基地灯光闪烁，充能顺利完成。启动电磁炮。所有人屏息凝视，超导电磁炮再次发射。发射结束，超导线圈能量仅用1%，众人心照不宣，实验圆满。仅用1%就有这火力，要是打漂亮国的小型舰队，怕是能直接打穿。以他们现在的拦截水平，确实能。你小子还真不谦虚，我这就去找江云山，让他给咱们批经费。朱尚文快步冲进办公室，拨通电话。讲台上，黄教授正向陆成明局长和江云山介绍新型海水光伏板。我们发明的海水光伏板能吸收太阳光和潮汐能，3平米1小时产2度电。把太阳能和潮汐能结合，想法不错。近海面有地方安置，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小江，你觉得呢？局长挺好，但前景可能不如室温超导体。江组长，室温超导只是理论，投入生产遥遥无期。我们光伏板只要300亿，半年产值50亿，1年回本，2年翻倍。不错，龙国正缺经费，这项目我投了。陆成明心知今年科研经费紧张，朱尚文上次还要500亿，简直痴人说梦。那局长，室温超导的军事研发，军费太多，科研经费没了，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实在不行就停了。江云山正要再说，电话响起。喂，老朱吗？老江，我们成功了！全球首款超导电磁炮已经研发成功，可以投入使用。你没喝酒吧？这才几天？千真万确，我要是骗你就不姓朱。小江，什么事？局长，是朱尚文，他说完成了室温超导任务。什么任务？您说1个月内研发出超导武器，就继续给经费。开个视频验证吧。好，谢谢局长。我只给你们10分钟，不能让我满意的话，以后也别打电话了。电话挂断，办公室内专家们纷纷探头。朱部长吹牛的功夫又见长了。漂亮国都没做出来，他几天能成？他要是搞新能源，龙国早腾飞了。好吧，给他们10分钟，你们全当休息。连接西北基地。投影仪打开，西北基地画面出现，程潇坐在操作台，默念发射程序，所有人屏息。局长，我们准备好了，可以开始发射。程潇，可以发射了。发射倒计时准备。准备完毕，倒计时开始，3、2、1。一定要成功！蓝色光芒推进，突然熄灭，所有人心头一紧，程潇慌了。这是什么情况？线圈刚通过实验，怎么会出错？怎么还没发射？火都熄了，连炮弹都没见到。陆成明脸色明显变差，看向朱尚文。局长，这次是失误。又是电路断了啊，还是开关坏了？局长，给我们点时间检查。还要给多少时间？1个月时间，第5天就说完成，这就是你做的超导武器？你就打算用这个东西来保卫龙国吗？
局长，这次我真的没骗你，我们真做出来了。你上次不是说有个天才？我看就是骗经费的，1个亿经费还剩多少？经费花完了。陆成明怒挂视频，西北基地陷入死寂，所有人都听到了要解散的消息。程潇找到问题没有？找到了，是电磁炮的中继器坏了，电能全流失，没法转换。都怪我们太急了，没仔细检查。谁这么粗心啊？众人陷入绝望，重做中继器至少要几个小时，时间根本不够。我说过多少次，做科研要严谨。科研人员们纷纷低头，没一个敢说话。还有救！听我说，10个人去废弃仓库，把坏的中继器全搬来，我要拆零件，剩下的人帮我把坏的取下来。众人立刻分工，程潇亲自拆下坏中继器。程总工，焊接共要10分钟，来不及啊？不用。朱部长，快拿焊机！朱尚文拼命搬来焊机，其他人抱来一堆废中继器。程潇熟练拆零件，分类开焊机。都站远点。火花四溅，程潇手法极快，短短1分钟便焊接好新的中继器。众人帮忙装回炮管。朱部长，快打局长电话！程总工，电子扫描完成，线圈正常。只能赌一把了。局长，我们修好了，可以发射了。只有1分钟，哪怕只有10秒，我们也要试。好，给你一次机会，失败就全换光伏板。如果成功，我要1000亿经费。会议室一片哗然，专家们议论纷纷。他还真敢要！1000亿，疯了吧？可以。所有人都等着看笑话。程潇可以开始了。准备发射，倒计时开始，3、2、1，发射。蓝色电光闪亮，电磁炮轰鸣，蓝光冲出炮，击碎目标。所有人捂耳，视频设备短暂失灵，空气中只剩余震。动了，真的打出来了！众人死死盯着显示屏，数据缓慢跳动，数字从0开始跳动，10兆、20兆、30兆，所有人屏住呼吸。检测数据有没有出错？数据核对完成，没有问题。数字继续涨，50兆、55兆、60兆，众人手心全是汗。别停，再涨点儿。63兆、65兆、67兆，数字越来越慢，气氛凝固。快点啊，再动一动。68兆、69兆、70兆。陆成明手里的圆珠笔断成2截，会议室鸦雀无声。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所有人沸腾，激动的痛哭流涕。咱们终于有世界第1的技术了！漂亮国没搞出来的，咱先搞出来了，这回他们该服气了。这几天他们不是嚣张的很吗？正好拿去给他们看看，谁才是老大。说得对。西北实验基地，所有人热泪盈眶，历史性的一刻终于到来。办公室里充满欢呼，陆成明对着视频笑着大笑。朱尚文，你小子这回真行，没骗我。实验基地内，科研人员们激动鼓掌，几位女科学家甚至哭了出来。朱尚文老泪纵横，心头的压力终于释放。10多年了，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朱尚文没有辜负国家。程潇依旧紧盯着显示屏，数字还在上涨。还不够，必须超标才能真正领先漂亮国。众人注意到数据突然加速，76兆、78兆、80兆，转眼冲到100兆，全场起立，会议室安静下来。我没看错吧？100兆焦，所有人都被震惊了。这下1000亿经费不是问题了。朱尚文说的那个天才，难道就是你们的总工程师在哪儿？众人指向操作台，视频画面放大，程潇正疯狂计算，还差40兆，必须再突破。数字继续上涨，120兆、137兆、138兆、139兆、140兆，2倍极限。太厉害了，真的做到了！朱尚文红着眼圈，拥抱每一个人，随后走到程潇面前。各位，让我们一起感谢程总工，是他给西北基地带来了荣誉。众人将程潇高高抱起，笑声与泪水交织。这下漂亮国再也不是威胁。
陆成明大笑，江云山却突然发现数字还在涨，还在涨，所有指标都在涨。再次检测测试目标。科研人员迅速检测，确认数据无误，数字继续飙升，156兆、160兆、166兆、170兆、180兆，显示屏跳动，测试完毕4个字出现，基地和会议室陷入死寂。小江立刻封锁整个局内，升级为3级保密，让军事部战略组的组员马上到场。收到，整个局里封锁，会议室视频还在继续。战略组员赶到，陆局长有何吩咐？马上对西北基地超导电磁炮进行威力测算。组员上传数据，看到结果，表情僵硬。局长，您确定没错？千真万确。威力180兆焦，速度9马赫，射程210公里。组员调出漂亮国火炮数据。漂亮国航母火炮，威力60兆焦，速度0.6马赫，射程40公里。众人倒吸凉气。只要一门超导电磁炮，就能远程无伤摧毁一整个中舰队。所有人面面相觑，震惊无语。这不就是降维打击吗？陆成明决定召开秘密会议，国科院轰动。彭为民摘下眼镜，反复看资料。看来我没看错人。局长怎么说？先拨500亿，不够再加，还要派200名顶尖人才协助承销。行。朱尚文神秘地走进来，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先说坏消息。朱尚文播放新闻：漂亮国3艘巡洋舰抵达东部海域，扣押10名渔民，外交受活。简直欺人太甚！等我们做好超导武器，让他们也吃点苦头。漂亮国的行动加快，航母停在东海，事情没那么简单。他们像是在预谋别的，可能想用隐形战机偷袭。可惜我们还没设备能检测隐形战机。可以在武器上装超导传感器，这是我的备用计划。超导传感器，用量子干涉和超导微波共振枪等结构，灵敏度提升120倍，能探测隐形目标。总工，这工作量太大了，咱们可能完不成了。别忘了，我还有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上面批了500亿经费，还派来200顶级科学家。哇哦！众人瞬间振奋，气氛高涨。既然有援助，所有项目同时启动。没问题。5艘龙国驱逐舰对漂亮国军舰喊话：警告，你们已进入龙国领海，请撤退，否则我们将武力阻拦。漂亮国军舰无视警告，广播里传来嘲讽和哄叫。只有这，哈哈。火力压制，拦住他们，通知基地。总部收到信号，司令愤怒下令：派301飞行小队给我狠狠打！阿发带队升空，战机如流星般划过空中。你锁定敌方军舰，执行攻击！攻击！战机包围军舰，机枪扫射无效。队长，投炸弹吧！准备投放。突然，一枚导弹击中小龙战机。002，报告情况。战机报废，你们快走！小东控制战机冲向敌舰，机枪扫射，战机爆炸。10年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报告总部，未检测到敌方战机目标，损失1名队员，马上撤退。收到。军事战略总部收到这个消息后，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漂亮国航母编队8小时后抵达近海，马上制定方案。众高层沉默，智囊团苦思。用航母作战。敌方也有航母，我们胜算不大。堆海军人数。现在不是堆人数的年代，战士的命不是命吗？漂亮国就是想削弱我们。众人再次沉默。要不求和？别人都骑在你头上拉屎了，你还想着求和？滚蛋！眼镜男灰溜溜离开。建议东海海军和西北基地对接，安装最新超导武器。现场哗然。只有8小时，你要用不稳定的新武器？超导武器现在还不成熟，实战效果不明确，这方案不行。这是目前唯一的办法。装载成功的话，能提升3倍实力。战场不是过家家，耽误时间谁负责？
这时，陆成明接到电话，刚要出门。陆局长，4款超导武器已研发完毕，适配完成，随时可用。陆成明愣住，统领不满。统领，4款超导武器已全部研发完毕，可直接投入使用。众人震惊，陆成明远程连线西北基地，程潇和朱尚文出现在大屏幕，身后摆满超导武器。领导们，请允许我展示成果。超导电磁炮，200公里打击，威力相当于36公斤 TNT， 一发可摧毁军舰。脉冲风暴枪，释放高能电磁脉冲，瘫痪敌方电力设备15秒。磁悬浮发射装置，提升航母和战机机动性。还有超导传感器，能让隐形战机无处遁形。马上派飞机取设备，7小时内全部安装。收到。众人冲出会议室，时间紧迫。10架飞机准备起飞。另一边，龙国新闻热榜正在播报：漂亮国军舰进入领海，引发新闻爆炸。网友们激烈讨论，有人担忧漂亮国动手，战机被击落；最新隐形战机现身，甚至担心龙国会打输。龙国不惹事也不怕事，要打奉陪到底，要打奉陪到底，要打奉陪到底，奉陪到底，要打奉陪到底。我们只是做了个小测试，你们没必要这么一击吧？哼！你们已经侵犯我国权利，马上滚出领海！哼！你们龙国人就是小题大做，我们在全世界做军事实验，怎么就你们这么小气？这次的隐形战机可是有你们龙国人才的一份功劳，我还得感谢你们。总指挥官气得握紧对讲机，电视机前彭卫民面无表情，众专家冷汗直冒，因为他们都知道杰明森口中的龙国人才就是彭卫民当年的学生郭千军。统领盯着电视屏幕，呼吸沉重。漂亮国将军杰明森的嘲讽话语在全国直播，指挥部内的众人和龙国百姓怒不可遏。这口气不能就这么咽下去。手下冲进来，带来好消息。统领，所有武器全部适配完毕，随时可以投入战斗。马上连接西北基地和东海航母，让程潇全程指挥。收到。程潇连线好总指挥办公室，戴上耳机，屏息凝神。这些武器你最熟悉，由你来指挥。收到。朱尚文等人屏息站在旁边，气氛紧张。漂亮国3艘军舰已包围龙国港口，气氛剑拔弩张。报告统领，漂亮国已发起进攻。统领，请求指示。全面进攻。启动磁悬浮发射装置，移动航母坐标至 N45度1分26.05秒，E94度21分15.36秒。正在移动。超导传感器启动，电磁炮冷启动，锁定敌方军舰。收到。漂亮国军舰距离龙国仅50公里，火炮齐发，航母引擎蓝光闪烁，高速移动，躲过所有炮弹，巨型电磁炮瞄准中间军舰。一时，军舰瞬间被炸成碎片。漂亮国士兵惊，杰明森将军下令出动隐形战机。快，隐形战机压制龙国航母，必须占领制空城。磁悬浮发射装置阈值调到最大，出动战机。马上出动。航母甲板蓝光闪烁，10架战机5秒内全部升空。这速度简直逆天！阿发，带队侦察目标。收到。飞行编队在漂亮国航母上空盘旋，雷达上隐形战机目标清晰可见。程潇指挥官已同步坐标，是否攻击？等等，程潇快速分析飞行轨迹，锁定最佳打击点。线圈功率最大，启动脉冲风暴枪。收到。几乎是同一时间，正一把外形独特的椭圆形对准空中，随后发射电磁脉冲，漂亮国隐形战机全部失控。为什么一标喷是空了？救命！程潇下达反击指令，启动电磁炮，协助编队反击。小东，我们给你报仇了。龙国战机导弹齐发，漂亮国战机被全部炸毁。这怎么可能？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先进的武器？Base 我定了。快，全速撤离龙国海域。程潇锁定航母坐标，电磁炮功率拉到最大。发射。一发炮弹击中漂亮国航母侧面，通讯设备全部瘫痪。不休斯文严重。快跑，不惜一切代价开往公海。漂亮国航母狼狈撤退，龙国大获全胜。高层为程潇和科研人员颁奖，程潇获得特等功800万奖金，中部军衔；朱尚文一等功500万奖金，其他科研人员也获重奖。
黄云兰提着菜，满脸喜悦回家，邻居们纷纷夸赞程潇，气氛热烈。我儿子回来了，还拿了奖金呢。听到这里，李大妈也得意炫耀儿子立过3等功，还要准备立2等功呢。邻居们纷纷称赞。正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小区门口锣鼓喧天，吕市长带着2等功排列现身。卧槽，吕市长来了！李大妈误以为是自己儿子的荣誉，兴奋地跑到市长面前领奖。锣鼓喧天，50队停下，李大妈挡在50队前，满脸激动。你好，请让一下可以吗？你们是去13栋吗？是的，你有事吗？领导，我儿子顾家全在部队立过3等功。很好，你儿子很棒，希望再接再厉。李大妈得意洋洋，邻居们围上来恭喜她。以后有事找我儿子，他罩你们。李大妈四处宣传，叫来亲戚，准备大肆显摆。黄云兰在厨房忙碌，程华帮忙。等暑假过了，找份轻松点的工作吧，奖金给儿子留着。好啊，等把养老金挣够了，我们也过2人世界。你都多大了，还害羞？门外敲门声响起，王大爷进屋。王大爷，下午好啊！我孙子考上了青州大学，今天办升学宴，你们一家人可得赏脸来吃饭啊！我们家已经做好饭了，就不去了。程华，这关系得搞好吧？以后有事要是找我孙子帮忙，可不好办啊！改天一定单独拜访，让程潇多学习。你们想学，我孙子还不一定乐意教呢。今天你这样坏我面子可不好。屋内传来程潇声音：“爸，我录取通知书怎么找不到？我放保险柜了，马上呢。”你家程潇考280分也有录取通知书，哪个职校啊？我们没花钱。让我瞧瞧，啥职校录取书还得放保险柜？王大爷赖在沙发上不走。小程，给大爷看看你的大专录取通知书呗。不是大专。程潇递上龙科大定制录取书。龙国科技大学，这怎么可能？王大爷反复看，怀疑是假的，查照片后激动。看吧，别人的都是红色，你这个却是金色，肯定是假的。王大爷，我这通知书是定制的，镶金边的，小心点。你这孩子说话怎么这样？我看你这个就是假的。王大爷把录取书扔桌上，训斥程家虚荣。虚荣的是你吧？考个211就了不起，通知书是我儿子努力得来的。算了吧，别和他一般见识。说谁没见识呢？老子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物业工作人员进门，别吵了，市长来咱们栋了，突然进点。市长来给我孙子颁奖了，你们都给我好好看着。王大爷出门，程华一过，出阳台张望。李大妈大声吆喝，幻想儿子立功细节，群众纷纷附和。市长给我孙子颁奖，让你们开眼。哼！市长明明是来找我儿子的。你儿子都30多了，怎么可能颁给你儿子？这不搞笑吗？你放屁！我儿子在部队拿过3等功，怎么不可能？3等功算什么？部队2等功，非伤即残，你还得意上了？你敢咒我儿子非伤即残？两人扭打，被众人拉开。今天必须找市长给个说法。来啊，街坊邻居都来评理。这奖要不是我儿子的，我就从10楼跳下去；要不是我孙子的，我就吃3斤大饭。众人起哄，将两人推到市长队伍后。市长队伍上楼，众人跟随。李大妈和王大爷跟在队伍后，气焰全无。市长走过6楼，李大妈慌了，拦住市长：“领导，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们家在6楼。”我们又不去6楼。众人哄笑，李大妈羞愤欲死。你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市长继续上楼，王大爷赶紧拦住：“我孙子在7楼，你们别往上走了。”程潇不是在8楼吗？所有人瞬间傻眼。吕市长带队停在程潇家门前，众人围观，气氛紧张。程潇在吗？我是吕市长。门打开，黄云兰和程华满脸震惊。潇儿，这是怎么回事？大妈，我之前不是发明了耐热材料吗？这奖就是颁给我的。人群沸腾，李大妈和王大爷尴尬的浑身发凉，悄悄溜走。吕市长宣读颁奖词，程潇站在台上，台下掌声雷动。程潇发明新型耐热材料，为龙国科研做出贡献，授予2等功，奖励10万元。谢谢大家。程华夫妻与吕市长握手合影，邻居们议论纷纷，对程家的态度也有了变化。黄叔来根烟，以后还得靠你们多关照程潇。你们儿子这么有出息，将来肯定不得了啊！哪天发了财，可别忘了咱们。程华心里乐开了花，黄云兰分糖分烟，众人热闹庆祝。颁奖结束，程潇低头发消息：“婉儿，我回来了，有空过来玩。”林婉儿回复表情，程潇松了口气。王婆拉住程潇，拿出手机照片。小伙子，老大不小了，要不要我给你牵个线？我这有不少好女孩。王婆，我现在还小，还是算了吧。王婆不依不饶，几个浓妆女生围了上来。
帅哥，加个微信呗，都是一个学校的。你还记得我吗？咱们小时候一起玩过。你太老实了，不是现在女孩喜欢的类型。这样，我给你个机会，你可得把握住。要你微信是给你面子，这年头女朋友不好找。程潇心里恶心，直接拒绝。你们走吧，我不加微信。女生们脸色难看，破防。你什么态度？知道外面多少人想加我微信吗？拿个奖有什么了不起？我谈过的对象哪个不是几百万的财产？小伙子，你这样一点不讨女孩欢心，以后肯定找不到女朋友。我怎么样跟你们没关系吧？没事就让一让，我要走了。程潇头也不回的走出人群，女生们气得跺脚，王婆尴尬。林婉身穿 JK， 名模好使，众人惊呼：这是谁家的女孩？这么漂亮！三中市状元林婉儿，这可是笑话。林婉一蹦一跳的跑到程潇面前，挽住他的手。程潇，好久不见了，我请你看电影吧。众人震惊，女生们灰溜溜逃走，王婆尴尬脚趾抠地。我爸妈在家做饭，要不先去我家吃个饭吧？哎呀，每次都去你家蹭饭，多不好意思。没事，走吧。林婉和程潇吃完饭后一起在厨房洗碗，夫妻二人欣慰。有这俩孩子，真是咱们修来的福分啊！是呀。厨房里，林婉和程潇有说有笑。程潇，你知道上周东海那场仗吗？龙国海军太帅了。当然知道。我猜肯定研制了新武器，那些科学家真厉害。程潇差点喷水，赶紧转移话题。婉儿，你不是说等我回来有惊喜吗？林婉害羞，正要开口，程潇电话响起。古校长，怎么了？别紧张，就是关心你。你小子可以啊，居然搞定了那群老家伙。古校长过奖了，这都是我该做的。既然任务完成了，怎么不在京都多待几天，多和学姐交流一下？古校长，我暂时不打算谈恋爱，您不用操心了。行吧，还有件事，龙科大每年入学都会有新生测试，题目很严格，不及格就取消资格。去年就筛掉了1%的人。古意又告诉我，不用担心，走个流程就行了。程潇礼貌挂断电话后，走出房间，发现林婉神色有些不自然。婉儿，你怎么了？林婉犹豫片刻，还是没说出心里话，只是取下脖子上的项链递给程潇。诺，这就是给你的惊喜。这算是定情信物吗？哇哦！我这也有样东西给你。程潇也回赠林婉一个机器人模型，两人相视一笑，气氛温馨。夜色渐浓，月光洒在路面上。程潇送林婉回家。其实我平时都不怕黑的。你一个女孩子确实不安全，以后我都送你回家。程潇说不想谈恋爱，我还是别表白了。林婉靠在程潇怀里，感受着安全感，脸色微红。1个月后，开学季，程潇和林婉一同来到京都，校园里人头攒动，气氛热烈。婉儿，你选的什么专业？电子信息工程。你呢？我还没选呢。程潇看到了新生报名处，林婉去登记，两人约好稍后会合。程潇独自前往校长办公室，古意早已到。臭小子，终于舍得来了。古校长，我有点不认路。上次不是让梦琪带你熟悉了吗？看来你还得多请教学姐。古意带程潇去了公寓，递上钥匙。以后你要处理机密文件，住多人宿舍不方便。谢谢古校长，这待遇是不是有点特殊了？哪里特殊了？你以后要干大事。程潇挑选专业，最终决定报宇宙科学。我就选宇宙科学吧。你确定这专业就业难，选的人最少？就业不是我的目标，我对这个专业更感兴趣。行，等会儿安排你参加新生测试。说完，古意便回了办公室。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丁，恭喜宿主获得宇宙数学秘籍，可掌握所有数学奥秘。程潇大脑立即涌入了无数数学公式，这感觉真不错。程潇感觉自己脑子的思维都变快了不少。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丁，检测到新任务，完成全部新生测试，可获得光刻机技术。这次考试轻松拿下。林婉登记，学长们争相帮忙，现场气氛热烈。我来给你登记。我来给你登记。林婉礼貌拒绝加微信，学长们尴尬退下。此时，在其他同学的惊呼下，超级富二代黄子毅也出现了，并且还邀请林婉共进晚餐。同学，能和你一起吃个晚饭吗？就当交个朋友。不好意思，有机会再说吧。黄子毅被拒，现场一片哗然。程潇骑车出现，林婉甜笑着坐上后座。我刚扫了共享单车，咱们不用走路了。你太聪明了。程潇骑车带林婉前往教学楼，众人震惊。黄子毅脸色铁青。程潇和林婉找到各自座位，准备参加新生测试。听说题很难，考不过就要被取消资格，我有点紧张。别怕，你肯定没问题。广播响起，考试即将开始。考场内外气氛紧张，学长学姐们围观大屏幕，讨论今年新生考试难度。这时古梦琪前来围观，周围的姐妹们调侃她是来看程潇的。别胡说，等会儿收拾你们。考试铃声响起，所有新生投入答题。程潇看着时间，心里暗暗惊呼。程潇盯着时间，发现前面基础题全是高中和奥数的基础内容，轻松写完。很快，他注意到后面还有附加题，难度陡然升级，甚至出现了世界未解之谜。原来难点在后面，看来这次要动点真格的了。
考场里，其他同学也陆续完成基础题，只有程潇和林婉速度明显更快。同学们，基础题都做完了吗？做完了。那现在可以开始挑战附加题了，还有2个小时，能做多少做多少。所有人开始奋笔疾书，气氛骤然紧张。广场上，屏幕同步直播考场画面。学长学姐们本来觉得无聊，正准备离开，突然人群中爆发惊呼：“我操！30秒做出来第一题，开什么玩笑？这题就算知道，思路都要算10分钟。”大屏幕上，程潇飞快写下答案，连草稿纸都没用，众人震惊，议论纷纷。不是作弊吧？这题网上可查不到。今年有高手啊！广场气氛瞬间热烈，大家纷纷围观，连古梦琪和室友们也凑过来看。不会吧，这小子怎么这么快？梦琪，你又盯着帅哥看了？哼，去你的！林婉也完成了第一题，咬着笔头思考第2题，画面定格在他的侧脸上，学长们瞬间沦陷。随后，众人又把注意力转回到程潇身上，只见他已经在第2题上写满公式，速度丝毫不减。这不是高等函数吗？他怎么这么快？我们大学第一花20分钟能做出来都算不错了，他几分钟就写完了。考场里，监考老师巡视到林婉桌前，见他8分钟做完第1题，心里暗自称赞：这女孩厉害，估计是今年冠军了。监考老师走到程潇身边，见他前面题目空着，皱眉提醒：同学不能跳题，要一道一道做。老师，我没跳题啊。老师翻开草稿纸，发现程潇已经做完前2道难题，答案和参考答案一模一样，顿时愣住。你这么快就做完了2道题？是啊。是我错怪你了，请继续答题。这一幕被投射到广场，大呼哄笑，调侃老师有眼不识泰山。论坛上也开始疯传程潇的神操作，围观人数暴涨。时间过去20分钟，其他考生还在第1题苦苦挣扎，程潇已经连破3题，写了满满一大篇。这帅哥肯定是奥数冠军，说不定和维神一样天赋异禀。屏幕里越来越多考生崩溃退出，只剩10几人还在坚持，程潇却已经做到第5题，速度越来越快。第5题可是世界难题，就连老师都不一定能做出来。龙科大创办50年，做过第5题的也就只有6个人。众人议论热烈讨论。屏幕里，程潇放下笔，全场气氛瞬间紧张，有人开始叫嚣程潇做不出来第5题，甚至赌咒发誓。程潇的粉丝们虽然生气，但也只能干着急。就在众人议论时，程潇活动了一下手指，又拿起了笔。哦，原来刚才是在休息时候。大神又要开始了。程潇盯着试卷，第5题是世界级难题，涉及连续可导函数和复杂证明。他脑海里瞬间浮现出解题思路，心里默念公式后，开始飞快写下答案。监考老师一直站在程潇身边，既想看他有没有作弊，也想学点解题思路。看到程潇3分钟内写完整道题，老师彻底震惊。所有人都被程潇的操作震撼，纷纷感叹他用差值多项式和泰勒公式，逻辑清晰，简直是天才。刚才说要倒立拉稀的那位，赶紧出来啊！这新生太牛了。程潇的事迹被写成了帖子，发到了学校论坛，帖子人气暴涨，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广场，现场人数突破3000。古梦琪和室友被挤到角落，甚至有人爬树看热闹。梦琪，你这学弟不简单啊！古梦琪越看越入迷，认真的程潇让他心跳加快，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红晕。梦琪，你怎么了？我没事，就是有点热。室友们察觉到古梦琪的异常，调侃他是不是对程潇动心了。古梦琪赌气扭头，室友们纷纷一怒笑。林婉刚做完第4题，满头细汗，感觉怪怪的，心里痒痒。他开始思考第5题，屏幕上他的可爱模样引发学长们疯狂。程潇又抬笔，直接在第6题上写下解，全场再次沸腾，都在期待他能不能把题做完。不少人因论坛帖子来到了校门口，保安维持不住秩序，赶紧向校领导报告。领导本以为只是普通热闹，得知现场已聚集6、7千人，顿时紧张起来。赶紧去现场维持秩序，不要发生混乱。古意带着众领导赶到广场，发现所有人都在看程潇做题，自己都挤不进去。原来是程潇这小子，半小时做完6题，答案全对。古意心里又紧张又无奈，担心程潇身份曝光，犹豫要不要叫停。算了，现在叫停反而更引人怀疑，让他继续做吧。马上召集安保维持秩序。考场里只剩下2、3个人，其他学生都主动放弃。林婉做完第5题开头，实在想不出思路，决定交接离场。好难啊，我还是放弃吧，下来一定要研究研究。林婉离开考场，回头看了程潇一眼，心里默默为他加油。最后考场里只剩程潇一人，屏幕里程潇独自坐在教室，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试卷上只剩最后1道题，气氛紧张到极点。第7题赫然出现，克拉兹猜想，全场瞬间哗然。有人用手机查出题目背景，所有人都明白这道题连世界顶级数学家都没解开。终于来了点有意思了。他迅速理清思路，拿出草稿纸开始推导。林婉刚走出考场，被外面的人潮和议论声吸引，他戴上口罩，悄悄挤进人群，看向大屏幕。这题我见过，是世界10大猜想之一，没人能解开，难道他真能做到？
程潇在草稿纸上写画画，忽然停笔，眉头紧锁，全场气氛骤然凝固。监考老师紧张盯着程潇的视线，完全看不懂他的思路，心里开始怀疑。其实程潇脑海里有系统给的未来解法，但他必须用现有知识拆解出来，否则没人能看懂。只能一步步拆解，把未来理论转化成现在的基础。他举手向老师要贴纸，老师能给我一张贴纸吗？写不下了。好，马上。程潇继续推导，监考老师终于看懂了他的思路，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校园广场，教授们看着屏幕，背后一阵发凉，纷纷追问校长程潇的来历。挺正常的一个学生，学宇宙科学专业。可惜了，这么厉害的孩子，怎么选了最冷门的专业？就在众人议论时，程潇放下笔，第7题的答案工整写完。学生们用有限的知识验证答案，99%的人看不懂，只有极少数教授能勉强理解。程潇做完第7题，稍作休息，监考老师满脸期待。同学，你还要继续做吗？时间不够，我可以去申请。不用了，谢谢老师。程潇深呼吸，继续翻草稿纸，准备挑战最后3道题。全场屏息凝视，他在第8、9、10题上分别写下键，却没有继续写答案。古梦琪和小姐妹们在角落里为程潇打抱不平。出这么难的题欺负新生，太不公平了。就在所有人准备离场时，程潇的笔再次动了。全场7000多人屏息凝视，程潇在第8、9、10题上飞快写下公式，3题互相关联。老师，这3道题之间有联系，我打算采取互证。只见程潇笔尖飞舞，公式如跳跃的音符。监考老师凑近视线，难以置信的颤抖。最后，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程潇用3题互证的巧妙办法，飞速完成作答。随着最后一个数字写完，监考老师应声倒计，全场沸腾。程潇最后一个数字写完，广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他的答卷镇住。10秒后，人群爆发出欢呼，仿佛庆祝胜利。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做完全部内容的人。程潇，你做完了，让我看看答案。老师，您看一下答案对不对？这3道未解之题，我看不出来啊。门外走进一群数学教授，神情激动。这位同学，你的表现太惊艳了，这位试卷我们会共同讨论，之后再告诉你结果。好，那就麻烦各位老师了。程潇递交试卷，离开考场，没有丝毫高人一等的架势。系统提示音在程潇脑海响起。丁，检测到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光刻机技术。程潇脑中闪现出无数光刻机细节，满意的点头。程潇刚走出门，古意带着校领导迎上来。程潇，你小子真行，不愧是我看中的学生。古校长好。外面怎么这么热闹？都是因为你，广场上几千人都在看你做题。这次你让龙科大狠狠出了把命。古意清了清嗓子，郑重宣布奖励。你是今年新生测试第1名，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完成所有测试的人。我代表全校师生为你颁发龙科大个人荣誉证书，2000万个人研究经费，免除所有学费，每月补贴5万生活费，登上龙科大红榜并单列专题。程潇接过奖状，心里美滋滋，没想到随手做题还能有这么多研发经费。谢谢古校长，还有别的事吗？没了，你回去好好休息吧。程潇一溜烟跑走，广场众人还等着他发表感言，结果连人影都没看清。众人议论纷纷，感叹程潇不图功名利禄，境界高远。古意正整理资料，准备开会讨论程潇的事件，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请进。白发黄教授走进来。古校长，今天是不是有个学生做完了测试题目，连世界未解之题都做出来了？是啊，怎么了，黄教授？我想让他转到我们数学专业，我单独当他的导师，4年只教他1个学生。门外又进来一群教授，纷纷争抢程潇。电子信息、计算机、物理专业都想要人，现场火药味十足。停，各位教授听我说，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古意无奈，只能提议先讨论试卷答案。教授们不依不饶，要求当场决定程潇归属。宇宙科学是程潇自愿选择的，我不好干涉，而且彭老要收他为学生，程潇可能没时间研究其他专业。教授们瞬间哑火，纷纷放弃争抢，毕竟没人敢和彭老抢人。那就先研究试卷吧，有机会再说。众教授带着试卷展开激烈讨论，查阅资料并计算，确认程潇的解题没有错误，但流程也无法完全肯定。最终，龙科大教授们决定将这份试卷整理后发往国际数学会。程潇给林婉儿发消息，约他一起吃饭。婉儿，我出考场了，广场人太多，我在小树林等你。好，我过来找你。林婉儿戴着口罩蹦蹦跳跳过来，眼里满是崇拜。程潇，你太厉害了，居然把题都做完了。就随手做了一下，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能不能教我第5题怎么解啊？第5题理论多，我以前看书正好看到过，给你讲讲。两人漫步在小树林，夕阳余晖下，氛围温馨。吃完饭后，各自回宿舍。程潇拿出纸笔，开始画光刻机图纸，一直忙到深夜才睡。白天，几位白胡子老头围坐会议桌。会长，收到龙国的击打水邮件，他们破解了世界史的危机难题。快放出来看看。邮件内容显示，包含4种猜想，学者们兴奋，连线全球顶级数学家，会议人数达500人。会议上经过激烈讨论，没人能挑出错误。最终，国际数学会宣布，程潇关于4个猜想的结论和阐释是正确的。古一正盯着电脑屏幕，几位数学教授冲进办公室，神情紧张。古校长，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见程潇。教授们像小孩一样赖在办公室，古一无奈。你们几个老家伙待在龙科大几10年了，这样不怕被学生笑话吗？
教授们互相看了看，还是不肯走。突然，电脑传来滴滴声，古一脸色一变，随即露出喜悦。各位，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教授们不为所动，以为古一又要找借口。古校长，今天我们必须见到程潇。古一打开打印机，递出文件，教授们看到一下就激动了起来。什么？国际数学会邀请我们成为会员，还让我们参加数学研讨会？教授们难以置信，甚至有人激动落泪。太好了，龙国的数学终于出人头地了。几十年被排挤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古校长，邮件上写的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加入数学会？因为程潇那小子，他证明的几道题都没问题，国际数学会还给咱们学校颁发了数学奖章，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教授们尴尬一笑，终于放下争抢程潇的念头。既然如此，还是让程潇跟着彭老好好学习吧，将来为龙国做贡献。教授们达成一致，笑着离开办公室。程潇正在研究光刻机技术，突然被敲门声打断。彭老，您怎么来了？彭为民笑着进门，放下2袋水果。听说你在龙科大的考试里很突出啊，连做4道无解之题，现在国科院都传疯了。都是运气好蒙对的。不必谦虚，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展现自己的光芒。气氛温和，彭为民话锋一转，其实我这次来是想收你做我的学生，重点培养，你觉得怎么样？程潇心头一震，深呼吸后郑重点头。彭老，能做您的学生，我很荣幸。好，以后你就是我的学生了，我要倾尽全力培养你，让你成为龙国最优秀的人才。谢谢彭老。两人相视而笑。彭为民打算带程潇去龙科大实验室做新项目。实验室设备先进，彭为民介绍环境。我平时会来物色人才，古校长给我准备了单独实验室。程潇参观后问起新项目。彭老，新的研究项目是什么？你对超导体研究很深，但芯片还不够，我要你学习芯片知识。确实，超导体再厉害，没有好的操控系统也不行。龙国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中端水平，必须尽快提升。彭老，您放心，我一定让龙国芯片成为世界第一。这话别人说我不信，你说我就信。彭为民叫来助理团队，笑着宣布程潇是自己的学生。这是我找的助理，你们先熟悉一下。你好，我叫唐琪，很高兴认识你。你好，我叫田帅。我叫霍成龙。我叫陈泽。程潇与大家打招呼，助理们惊讶。你就是那个红榜上的程潇？新生考试第1，连展10道附加题的大神。彭为民安排好事以后离开。程潇同学，我们先带你熟悉实验室和研究进度吧。程潇穿上白色实验服，进入实验车间。目前我们龙国采用 DUV 技术，工艺14纳米，达到了世界中等水平。程潇回忆光刻机技术细节，开始了解芯片现状。世界顶级水平是什么样？漂亮国荷兰国能做7纳米，但技术被垄断了。咱们每年花巨资买高精芯片，否则设备没人买。众人叹气，程潇基本了解情况。学姐学长，你们打算从什么方向入手？光刻机是制造芯片的必备设备，这是我们制造的简易14纳米光刻机，但芯片不能用。光刻机还不够精细，光的尺寸太大，最小只能到14纳米。我们想研制更精细的镜面切割和反射光，缩小尺寸。研究结果怎么样？不理想，设备不够精细，镜面达不到要求，2波峰或2波谱间距700到800 pmRMS， 只能把工艺提高到13.5纳米。程潇眉头紧锁，仿佛发现了问题。学姐学长，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众人屏息，等待程潇发问。我想问，你们觉得光刻机最重要的是什么？众人愣住，没想到程潇问的这么笼统。光刻机每个部分都很重要，不能忽略。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有主次之分，我们只有找到关键，才能突破。学弟，有话直说吧，别绕弯子。你们的方向错了，镜面光滑度固然重要，但我们用光刻机是为了在有限空间刻更多晶体管，精细到纳米级。最重要的是光线。光线重要，大家都知道，可没法提升。其实有办法，我们应该停止研究镜面，重新制造一台光刻机。助理们听完面面相觑，觉得程潇太大胆，众人甚至开始怀疑程潇的能力。根据摩尔定律，光刻机发展10年没进步，要彻底提升，必须变革。程潇一边写公式，一边讲解：晶体管越小，集成度越高，提高精细度，关键是缩短光的波长，用 EUV 技术及紫外光升级光脉冲就能实现。没想到你对光刻机这么了解，是我们低估你了。EUV 能再讲细一点吗？程潇详细讲解原理，众人逐渐听懂。彭老以前做过类似实验，效果不理想。对，从那以后我们就换了方向。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距啊。别急，彭老的操作可能和我不同，可以试试，万一成功了呢？程潇同学，这方法行不通，造新光刻机成本太高 ，EUV 技术还不成熟。确实，成本太高，风险太大。程潇继续画图，半分钟后画出一台庞大机器。这是什么？光刻机。你做这么大，和工厂有什么区别？本质就是工厂，大小不影响芯片生产。做大了成本也省不了多少，麻烦也会更多。程潇陷入沉思，考虑国际标准和实际需求。
我们做光刻机是为了解决国内芯片问题，不是为了卖。EUV 技术还不确定能否成功，做这么大风险太高。各位，我能提供的帮助就这些。如果觉得成本高，可以先做小型实验舱来进行验证。你是让我们放弃研磨镜片，把精力都投入 EUV 技术？可以这么理解。助理们脸色变了，对程潇印象更差，觉得他太自负。学弟，你还是太年轻了。众人不再理会程潇，认为他年少轻狂。今天参观完了，你先回去休息吧。程潇收拾稿件，准备离开。彭老估计又去火箭基地了，你多提醒他注意休息。彭老去火箭基地做什么？龙国航空航天航母战斗机都是他管，太操劳了，上次都咳血了。这么严重，你们怎么不提醒他？我们哪敢啊，他脾气火爆，肯定要骂我们。程潇明白唐琪的用意，心里也开始担心彭卫民。程潇吃完饭，手机响起，是林婉发来的消息。Hello， 程潇，今天在忙什么呢？今天去了实验室。哇，你太厉害了，刚进学校就成了彭老的学生。要是我也能做彭老学生就好了。林婉和程潇聊了一会儿，突然问道：哎，你明天有空吗？咱们出去玩吧。说的也是，过几天军训就没时间玩了。林婉看到程潇答应，情不自禁地笑了，室友们纷纷打趣：哟，婉儿这是谈恋爱了。难道程潇说不谈恋爱是假的？明天一定要表白，不试试怎么知道呢？程潇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忙，现在不说，以后就没机会了。林婉心跳加速，陷入甜蜜的思索。正午阳光下，林婉穿着小裙子，化着淡妆，站在广场中央四处张望。婉儿，我来了。程潇，你来啦。你怎么站太阳底下？晒坏了怎么办？没事啦，我涂了防晒霜，主要怕你找不到我。程潇看到林婉呆萌的样子，心里觉得特别可爱。你还带着我送你的项链啊？它对我来说很有意义。为什么有意义呀？因为你很重要。林婉听后捂嘴偷笑，觉得程潇手足无措的样子特别可爱。我还以为我没那么重要呢。怎么会？你可是我最好的朋友。哼，你在龙科大不是有学姐陪着吗？你说古梦琪，其实她是古校长的孙女。那天是古校长打电话找我。程潇把事情经过简单解释，林婉终于释怀。你盯着我干嘛？你刘海有点乱。程潇伸手帮林婉整理刘海，却故意弄成了三角形。程潇，你捉弄我，这样也挺可爱的。两人在池塘边追逐打闹，笑声不断。完了以后，林婉整理好发型，脸颊微红。程潇，网上说捉弄人是喜欢的表现，你是不是喜欢我啊？程潇愣住，心跳加速。其实你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不管我遇到什么事，你都帮我。每次见到你，我都很高兴。虽然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但我今天还是想说。程潇鼓起勇气，刚要表白。我愿意。我喜欢你，我愿意做你女朋友。两人正式成为情侣，准备去食堂吃饭。彭卫民巡视实验室，发现桌上有程潇的草稿，拿下来仔细看。看到最后，彭卫民用力把草稿甩到桌上，助理们吓得不敢吭声。怎么只有你们几个？程潇去哪儿了？他说他下午过来，我这就去找他。几人赶紧跑出去联系程潇。这下程潇完蛋了，彭老肯定要发火，让他装，终于轮到他了。别说了，赶紧联系他吧。程潇接到电话，表情微变。婉儿，抱歉，实验室有事，我得先走。没事，你快去吧，科研重要。程潇把公寓钥匙递给林婉。你吃完饭去我那休息，等我回来找你。好。程潇赶到，唐琪等人神色紧张。进去好好认错，别惹彭老生气。程潇一脸懵，被推进办公室。彭卫民正看着草稿。老师，您找我？你中午去哪儿了？和女朋友在外面玩。门外众人惊呆，没想到程潇敢这么说。谈恋爱了？什么时候带老师看看？随时都行，他也在龙科大。行，等会儿带我见见。门外众人一脸懵，彭老竟然没发火。老师，您不是找我有事吗？这个是你写的？是，随手画的，不满意我可以重写。随手画都这么前卫，你说的 UV 极紫外光具体怎么操作？用光脉冲连续打击液态金属锡，缩短波长。连续打击，原来反复操作就能缩短波长。门外众人更惊讶，彭老竟然向程潇虚心求教。连续打击金属锡难度极高，你有把握吗？我可以造一台新光刻机，精细度能达到2纳米。闻言，彭卫民和助理们沉浸在程潇2纳米光刻机的震撼中。程潇，照现在龙国的科技水平，最多能做到多少纳米？1纳米怎么样？众人再次倒吸凉气，彭卫民也愣住了。好，那你打算花多久时间？半个月。行，你说1周我都信。我说的是 EUV 技术核心，做出来能直接装到现有光刻机上升级，省不少成本。很好，从现在起，芯片项目全程由你接手，10天内完成初步实验，需要什么写出来，我让周星去办。程潇递上清单，彭卫民一看，材料费只要100万，你就只要100万？理论上够了。你是我学生，经费不用省，我给你1000万预算，必须全用完。程潇只好重写清单，彭卫民满意，把清单交给助理。走，先去见你女朋友，顺便放松下。
两人走后，屋外的唐琪等人面面相觑，完全懵了。彭老居然强行让程潇花1000万，几人无奈，只能研究程潇的手稿。周青提来文件和手提包，彭卫民带着程潇来到宿舍。程潇，你回来啦！看到彭卫民，林婉儿激动地迎上前。彭老，快请进。原来是上次青州的小姑娘又见面了。听程潇说您收她当学生，我们都很开心，谢谢您的栽培。林婉儿洗水果招待，气氛温馨。以后都是一家人，别拘束。我叫林婉儿，和程潇是同学。程潇能找到这样优秀的女孩，你小子有福气啊！彭卫民拿出手提包，掏出一个玉佩。小林送你个见面礼。彭老，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收下吧，愿你们长长久久。林婉儿接过玉佩，爱不释手。谢谢彭老。我还有事，程潇出来一下。彭卫民把程潇叫到门外，神情严肃。科研的事一定要保密，连父母和小林都不能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安全。老师，我明白。你女朋友很不错，要珍惜。芯片项目你要认真把关，我相信你。放心吧，老师。彭卫民离开，程潇陪林婉玩到晚上，送她回宿舍。新生们穿着军训服集合，古一和校领导巡视。看这些学生，真像咱们年轻的时候。程潇正准备去实验室，突然接到辅导员电话。程潇，你怎么还不到操场集合？不能搞特殊，马上下来。程潇无奈，只能换上军训服下楼。除非生病，一律不批假。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能有多重要？别找理由了。古一远远看到两人，快步跑来。你不去实验室，跑来军训干嘛？程潇指了指辅导员，向古一解释：“你是哪个班的？怎么不穿军训服？”辅导员定睛一看，竟然是校长，吓得差点腿软。我是红旗步兵连16班鼓大炮，这个学生军训取消，随时免休免停，知道了吗？好，好，好。古一把辅导员轰走，推着程潇：“赶紧去实验室，别耽误正事。”保证完成任务。程潇跑向实验室，助手们见他穿军训服，一脸疑惑：“程潇，你这是干什么？”程潇背着手，神情严肃地看着团队。接下来10天，咱们军事化管理，吃喝拉撒都在实验室，直到实验结束。助理们一脸崩溃，心里哀嚎，刚送走一个狠的，又来了个更狠的。库尔自信满满地介绍新一代水果14手机。这7面全面相机了是上头，每1盒芯片，B1 for 芯片采用7，纳米工艺，技能提升30%，耗费高达300万。台下观众沸腾，网络上也炸开了火。3G 内存，5个应用都不卡。7纳米芯片，2个游戏随便开，不管多少钱，直接买。漂亮国前阵子还制裁我们，买水果手机良心不会痛吗？国内没好手机，能不买吗？库尔公布价格。10,999到15,999万，最高涨薪定义芯片。发布会后，助理有些担忧。Boss， 定价太高，会不会影响销量？放心，用户不会因为消息抛弃水果，充电器也取消赠送，买水果手机的人不少这几百块。助理点头，认同库尔的底气。任正非带领高层开紧急会议，气氛压抑。水果新机性能碾压我们，市场调研显示，水果手机半小时卖出200万台，是我们的20倍。现在我们的市场占有率是多少？从24.53%跌到8.32%，年底可能跌破6%。于振华愤怒拍桌，众人沉默。3年来被制裁，芯片和设备都断供，只能用老芯片，消费者不买账。任正非沉思，研发部门多久能造出新芯片？大概3年才能追上水果现在的水平。众人神色绝望，资金和技术都被卡死。任总，要不我们想想其他办法？可以降价，稳住销量。不可取，研发费用太高，降价回不了多少资金。一旦降价，我们就再也起不来了。要不把库存老芯片用在新产品上，捆绑爱国情怀卖高价？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国卫就算破产，也不会干这种事。气氛一度凝固。任总，我们还可以请求国家帮忙。3年前国家救过我们，这次也许还有机会。你马上去京都拜访相关部门，再去国科院打听情况。明白。众人重新燃起希望，这次手机领域的卫国战争绝不能输。